印度的惨烈下场也同样会发生在美国身上。对华出招用力过猛后，为何美国盟友及民众纷纷不干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印度的遭遇让国际社会深表同情。俄罗斯人将印度这样的惨状归咎于与中国竞争用力过猛的下场。从这一角度来说，印度如今正好印证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情况也正在或将要发生在美国身上。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比起印度，对中国敌意更大的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上，美国甚至比印度用力还猛。日前，美国方面通过了一项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据悉，这份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政策。有人会疑问，难道现在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不是全面对抗的政策吗？事实上，此前美国政府对华战略是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也就是说，并没有进入到全面竞争的状态。而如今这一战略的出台，似乎直接将中美合作的退路给断绝了，而这一做法也必然会损害当前的中美关系。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合作则两利，对抗的话则俱伤。当然，作为发起挑战的那一方，美国下场则会更加惨烈。和印度一样，美国忽视了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也忽视了在此时选择与中国全面对抗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这一事实。在美国宣布这一法案通过的消息后，美国盟友以及美国民众纷纷不干了。美国盟友认为，美国方面应该根据事实来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不是靠危言耸听来将所谓的中国威胁扩大化。相比于美国宣称的中国可能会摧毁美国，现在存在于亚洲的更大危险是美国极端的对华反应军事化，这也将很可能使得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另外，美国民众也表示，美国即将打造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丝毫不会让美国人民受益。上世纪美苏之间的那一场世界冷战已经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消除强大敌人苏联外，美国并未从中获得其他好处。这场冷战不仅浪费了美国的国力，而且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经济复苏远比发动一场冷战来得重要得多。更为严重的是，对抗越激烈，就意味着战争的风险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一场冷战转换成热战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一旦发生战争，将给美国民众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说，美国偏执地追求全球霸权，不惜在全世界掀起一场波澜的做法，注定是错误的。最后，尚且不论在这场全面对抗中美国的赢面有多大，单从现在来看，美国精心布局的对抗一开始就遭到了盟友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对。试问，这样一场不得民心的行动，最终结果会如何？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土耳其被制裁以后产生了连锁反应，澳大利亚也有所行动，开始自研导弹，继续依赖美国可能面临风险。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以后，美国的盟友们是否还能信赖美国？一直以来，美国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全世界拥有许许多多的盟友。但是在面对美国利益与盟友利益冲突时，美国一贯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也让不少盟友寒了心。日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正式通知土耳其，将其排除在 F-35战斗机生产计划以外。我们知道，出于国土防御的要求，土耳其选择公开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正是这一行为激动了美国。一直以来，北约和俄罗斯都是水火不容，那么土耳其购买俄制武器，自然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基于土耳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美国自然是想将其纳入麾下，因此一开始的制裁也不过是想吓唬土耳其，让他放弃购买 S-400的想法。不过事实却让美国十分失望，因此美国开始下大狠手，用力敲打土耳其，不仅将其踢出 F-35生产计划，甚至还将其踢出北约盟国的队伍中。他们绝不允许土耳其倾向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显然，无论土耳其与美国从前的盟友关系多么牢固，只要土耳其触犯到了美国的利益，他们就绝不会手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 F-35事件中，被敲打的不止土耳其，澳大利亚似乎也开始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尽管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但是其军事水平却与其国力十分不匹配。在军队规模上，
澳大利亚仅只保持5万多左右的常规部队，另外没有独立军工生产体系的澳大利亚，就连应对当下的远程武器的威胁都做不到，更何况是保卫自己的国土安全。当然，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澳大利亚在国防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但是如今情况似乎不一样了，接二连三的盟友遭遇，似乎让澳大利亚明白，继续依赖美国可能面临风险，美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需要，美国或许已经靠不住了。出于这样的认知，澳大利亚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最新消息显示，澳大利亚将开始研发本土导弹武器，泰雷兹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将致力于为 LRASM-SL 导弹研发助推器和火箭发动机技术，这被视为澳大利亚扩大主权国防工业和制造能力的努力。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这样的努力也可以视作是脱离对美军事依赖的努力。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努力，但我们可以窥见的是，不久的未来，美国将遭遇全球势力的大撤退，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秩序正在快速崩塌。这一切因美国而起，最终也会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而走向衰败。美国不再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盟友。谈判未达效果，中国军队已调重型武器部署喜马拉雅山区。为何印度人认为这是找打，承认他们打不赢中国的？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近日中国军队已向喜马拉雅山区部署了先进的重型远程火箭炮系统，此举旨在加强中国的边境防御能力，并对印度起到威慑的作用。这是解放军第一次确认在与印度接壤的边界部署远程火箭系统。日前，中印新一轮的军长级会谈中，双方未能达成更有效的协议。据解放军报报道，在新疆军区海拔5200米的地区，一个远程火箭炮营进行了实战演习。而印度媒体还报道，中国军队在山区修建了大型发射掩体，为远程火箭炮提供掩护。其实，作为中国陆军目前主力的进攻性兵器，只要有中国军队调动的地方，几乎肯定会有远程火箭炮的出现。印度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已在西北高海拔沙漠及其西南部的青藏高原的边界地区部署了先进的远程火箭炮系统，其中包括 PHL-03 型多管火箭系统，其射程为70至130公里，以及 PCL-181 车载榴弹炮。但是，中国专家表示 ，PHL-03 和 PCL-181 并不是最新型的先进武器，它们的射程太短，不可能威胁印度境内的纵深目标。驻澳门军事观察员黄彤彤表示，解放军报提到的远程火箭炮很可能是最先进的 PHL-16 型。PHL-16 是一种远程火箭炮，可以运载8枚370毫米甚至更大的火箭弹。只有远程火箭炮的威力才能对印度起到威慑作用，因为印度军队也在加紧边界上的军事部署。目前，中国军队装备的42吨的 PHL-03 太重了，而早先的报道暗示，新的 PHL-16 将成为军方的主战火箭系统。神秘的 PHL-16 型于2019年国庆大游行中首次亮相。根据《现代舰船》杂志的报道 ，PHL-16 的模块化火箭系统能够运载8枚370毫米火箭弹，每枚射程为350公里，或2枚750毫米火龙480战术弹道导弹，每枚射程达到500公里。目前尚不知道中国已经组建了多少 PHL-16 部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将原先大量的炮兵师部队重组为远火旅，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第一支配备该武器系统的炮兵旅于2019年12月部署到浙江省负责监视台湾海峡的东部战区司令部。在以往，如 PHL-03 这样的重型火箭炮会优先部署给北方的重装集团兵。但如今中国的国防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PHL-16 这样的远程火箭炮会优先装备南方的集团军。印度陆军目前的主力火箭炮是国产的皮卡纳和进口的龙卷风。龙卷风和中国的 PHL-03 为同一类型，但印度仅采购了42门。由于印度占领的拉达克地区崎岖难行，此类火箭炮基本无法登上高原。而国产的皮卡纳火箭炮射程仅40千米，射程不足以威胁远程目标，甚至自己就在中国火炮的打击范围内。而这还只是双方远程火箭炮的差距，上升到导弹部队则差距更大。中国火箭军所装备的东风15、东风16、东风17等弹道导弹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足以覆盖印度战区内的各类目标。而印度陆军仅有一款大地系列的地地导弹，采用落后的液体燃料发射技术，命中精度非常差，基本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中国的水平。
所以一旦爆发冲突，双方的火箭雨和导弹雨的差别就会显现。而这只是印度军队全面落后中国的一个环节，甚至有理性的印度网友评论道：“就我们这点战斗力，还想跟中国战争，这是找打，我们是打不赢中国的，外交手段才是更好的选择。”